电商大小事，带你了解最新电商事，跟你分享6月24号到6月30号的3则电商大事。第一，电商服饰年斥360万重回勤美商圈。LifeX 在2019年撤出勤美商圈那现在以月租30万回归。那这次选择台中勤美商圈，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吸引高资产客户，来提升品牌的形象。第二，东森直销如何打下江山？东森直销为了因应未来市场的变化，将公司改名为东森消费联盟，目标在5年内在实体通路达成100亿的营收。这个就是典型的 OMO 的打法选择人流多的店面，以便收集会员资料进行再行销。第三，黄山料被骂翻，火速道歉澄清。网红作家黄山料在马来西亚签书会上发表了争议言论。那我的建议是，作为有公众影响力的人物，最好避免在没准备的时候去参加那种现场 live 节目，因为这种现场 live 节目一旦播出无法挽回很容易中招。记得关注加爱心，我是电商 Tony 陈，你以后做电商会用到。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影片，我这个节目会跟你分享上周在电商领域发生什么有趣的新闻，我会挑出3个我觉得重要的，并且跟你分享我对这些新闻的看法，让你轻松掌握电商脉动。第一个新闻电商服饰年斥360万重回勤美商圈。我们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这个标题叫做电商服饰力拓线下门店，年斥360万重回台中勤美商圈。就那个 LifeX 你说不定你有买过我这个帽子也是 LifeX 买的。那本来在2019年撤出勤美商圈那现在以月租30万回归那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的。LifeX 我们之前有一集有讲过，它是做电商起家。然后赚了钱之后就布局线上线下全通路那如果你有去逛百货的话，应该有看过他们的门店长这样就蛮潮的这样然后东西蛮便宜，很平价。现在全台门市已经有38间了我刚刚数的，以电商来说已经算很猛了那会想要拿出这则新闻来讲是因为里面有提到他们签了7年的长约7年呢，这么有信心那我的猜测是这样。因为他这次选的地点是勤美商圈是台中数1数2热闹的地方，然后对面就是勤美之森，就豪宅跟洲际酒店，所以开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吃高资产客户并且拉抬品牌的形象，不要再被人家说它就是平价或夜市牌这样那第二个新闻，东森直销如何打下江山那我们来看这个新闻这个标题叫做吴宗宪、吴淡如都站台，东森直销如何靠媒体、电商资源打下江山东森直销为了因应未来的市场变化，除了打造坪数高达870坪的东森广场以外，也拿下台北车站 K 区广场，并将公司名称改为东森消费联盟。那期许在5年之内在实体通路打下100亿营收目标那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这几个新闻前面都是自吹自擂，就不用管它那看重的是他后面讲的这一段，你看他现在的布局还是回归到了实体门市。有没有想到我们刚才讲的 LifeX 开店，这个也是砸大钱，然后选个好店面。那这个店面的选择逻辑都一样，就是人流要多只要有人被他拐进去店里消费一次，那就会留会员资料，就可以用再行销一直去袭击他，这就是典型的 OMO 战法第3个新闻，黄山料被骂翻，火速澄清道歉。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这标题叫做称能抵挡家暴就是合适对象，被骂翻，黄山料即道歉澄清就一个网红作家在马来西亚做签书会，然后发表了争议言论，说假如有一个人他总是对你家暴，你可以抵挡住他的家暴，那这个人就是你合适的对象就被炎上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他后面有解释啦，他是想要表达不要去追求一段大家都认为很完美、很健康的感情讲得很好，下次不要再讲了当然啦，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感情观，但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的话，讲话要小心一点网络是有记忆的，如果你以前讲错话，乡民就是能把20年前的证据影片都挖出来鞭尸这样那要怎么样不讲错话呢？其实我的建议是
如果没有做好准备，就不要上那种 live 节目哈。这预录型的还有剪掉的机会哈。那现场节目出去就出去了，完全没有补救的机会。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6月24号到6月30号的3件电商大事。第一，电商服饰年斥360万重返情美商圈。第二，东森直销如何打下江山。第三，黄山料被骂翻，火速道歉澄清。讲八卦，讲八卦。就以今天我所说的这个 O&O 就有你看2个巨头，第一个 Live8， 第二个东森直销啊。那特别说明一下这个东森直销东森直销它其实我不喜欢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做这个东森直销，因为他怎么弄，他都这样子讲，他说东森直销，然后我们一般人听到直销2个字就会反感嘛，对不对？直销，然后他就硬去解释这个直销的销不是销售的销，是消费者的销。我讲那些然后基本上就是用电商来作为一个拉人的幌子就对了。你到里面你要赚钱多，你还是要拉人多这样。所以有一阵子这个东森直销把电商这2个字都搞臭了。你一听到说，他最近在做什么？他说他在做电商。以前听起来觉得很屌那现在他在做这样，那个他要跑去做直销了就是这样。所以电商跟直销这2个字都挂钩在一起那就是东森害的。那因为东森它的模式上还是设计着，你与其用力卖产品，你不如去多拉人头你多拉人头来拉人家入会，你赚的比较多。这里有非常多的非常多的事情就是各个网红网美 YouTube 也有拍片嘛，就一堆受害者就被骗什么有的没的。对，所以东森直销的这个名头不好那把电商这2个字搞烂的，因为他们是拿电商来作为这个招募的题目说什么电商是趋势怎样怎样怎样，就拉了一堆人刷卡来买他的位置，然后又什么两个位置怎样，以后奖金比较多，什么有没的。对，这个对我们来说也造成一个困扰像我有写很多电商的那个文章嘛，到现在1个月都好几千人看，没错。我常常被问说东森直销好不好？怎么东森直销讲的直销跟你文章写的电商都不一样？怎么会一样？我文章写的是正派的品牌电商的打法，正规军的做法不是叫你去做直销的。如果你真的要做直销，你干嘛要去加入东森这种直销？这个不好处理对不对？它又有商品要卖那个商品又没有多强价格也没有多犀利。如果你就是打定主意要做直销，你可以去加入那种就真的是要玩钱的直销这不是还不用卖那不是更快更刺激？对，所以我没有那么喜欢他把电商这2个字算搞到臭掉了那外面听到你做电商，人家也是笑笑他就觉得你在做直销那其实我们这种电商从业人员我们就是这么规矩那么认真在做电商流量转换率客单价就想办法去提升各项数据，是这样子都跟那个直销拉人真的是两个样子。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变体像出去的那个什么快电商前老板其实他就是直销那他只是把直销里头的产品模式把它用成电商来包装这样那这个地方有没有人赚到钱？一定有啦。对，那更多的是没有能力去经营的人，被骗进去的人嘛那这是怨言也是很多，我没有那么喜欢那我还是奉劝一句，如果你发现那个就是直销的话，你干嘛要来做电商这么难做的直销？电商很难做呢。你以为叫人家网络买东西很简单吗？你就直接去加入那种玩钱的不就好了？对那还快很多了。然后虚拟货币，你要玩直销，你就玩个极致嘛。你干嘛要来那么这么苦的一个直销的行业，然后来做电商？不用，直接去玩钱所以明辨是非啦。不过你看那个东森他们因为就都在网络上嘛他们也要线下，然后去扩展这个 O&O 线上线下，反正给你看到他们那军容壮盛，你就会信了嘛所以在台北车站那边打了这么大的商圈，然后做100亿的营收，我认为他们做得到，因为他们卖很多兼职货，就是大品牌的货，他就买大品牌货来卖这样所以他的营收会洗得很高，利润没有很高但营收会很漂亮那大概就是这样。目前为止东森电商已经那个势头有下来了但最火热、最骂的乱七八糟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但没有想到现在还是重启炉灶这样子。那
希望啊，就是他们做直销生意规矩一点，不要一堆人被骂还来问我说这个啊，你们做电商的直销怎么的？我就不是做直销的嘛，我就是真的现在品牌商电商的嘛，就完全不一样哦。来跟你分享，我是电商 Tony 陈，我想将我会的电商营运技术，慢慢透过拍影片分享给台湾零售中小企业，提升台湾电商的实力，让台湾的好商品卖到全世界去，做出台湾的国际品牌。那品牌电商的起点就是自家购物官网。你们家需要架设品牌电商官网，我推荐 Cyberbiz 官网，仓储、跨境 POS 一次搞定。很多国内的大品牌商都是使用 Cyberbiz 的电商系统。要做自家品牌电商官网，不知道从何开始，我提供给你便宜又好用的系统，资讯栏有连结，点进去填写完联系资料，我会打给你，看看你是遇到什么问题。那你也可以准备好问题来问我。Cyberbiz 让你少走弯路，多多赚钱。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持续分享更多电商的资讯。我是电商 Tony 陈，我们下集影片再见。